你以为要改变人生，就得来场轰轰烈烈的大转变，错，真正决定你人生走向的，往往是一个你每天重复的小动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精读原子习惯，看看微小的改变如何创造非凡的成果。想象一下英国自行车队的故事吧，他们曾经在自行车界被戏称为小透明，长达100年表现平平，别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连奥运金牌都只拿过1枚，惨到连顶级自行车制造商都不愿意把车卖给他们，就怕影响自家品牌形象，你说是不是很惨？但奇迹发生了，2003年，他们请来一位新教练，戴夫·布雷斯福德，这位老兄搞了个听起来有点玄乎的策略，叫做边际增益的聚合。说白了，就是死磕细节，在所有跟骑自行车相关的事情上，都努力争取哪怕只有1%的提升。这可不是简单换个坐垫，或用酒精擦擦轮胎增加抓地力，他们测试各种按摩凝胶，看哪种能让肌肉恢复更快。他们请外科医生来教队员怎么洗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感冒。他们甚至把后勤卡车的内部漆成白色，就为了更容易发现那些可能影响精密器材性能的微小灰尘。这些改善单独来看哪个不是小事一桩，但结果呢？短短5年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英国自行车队像开了挂一样，拿走了场地自行车项目60%的金牌。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他们更是打破了9项奥运纪录和7项世界纪录，更别提之后连续多年称霸环法自行车赛了。这简直就是体育史上的逆天改命。这就是原子习惯的力量，每天进步1%，听起来微不足道，甚至你自己都感觉不到。但是1年下来会怎么样？书里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每天都能比前一天进步1%，1年后你会比开始时厉害37倍。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退步1%，1年后你就几乎归零了，这太惊人了，对吧？习惯就像是自我提升领域的复利，一开始不起眼，但时间越长，威力越惊人。我们常常高估了某个决定性瞬间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每天坚持微小改进的价值。为什么？因为改变太慢了，我们跑了1个月步，好像身材也没啥变化；我们学了1晚上外语，感觉还是个菜鸟，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很容易泄气，退回老样子。这就是所谓的潜能蓄积期平台，或者叫失望之谷，就像给冰块加热，从0下5度升到0下1度，冰块纹丝不动，但你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能量在积蓄，直到突破那个融化的临界点0度。很多所谓的一夜成名，其实都是无数个日夜默默积累的结果。所以，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成功或者多失败，而是你现在的习惯是否把你引向你期望的方向。你的每一个选择，无论多么微小，都在为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投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日积月累，最终会决定你人生的走向。就像飞机航线，哪怕偏离几度，最终的目的地也会相差千里。认识到微小习惯的惊人力量，仅仅是第一步。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效地利用这股力量，而不是常常在新年决心和半途而废之间循环呢？很多人会说，设定一个远大的目标不就行了吗？但这本书却告诉我们，过度关注目标，可能恰恰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如果你只盯住那个远大的目标，很有可能你又会掉进习惯养成的老坑里。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要设定明确可行的目标，无论是考试的高分、工作拿第一，或者是练出6块腹肌。作者詹姆斯·克利尔也一样，他曾经也是个目标控，给自己的学习、健身、事业都定下过各种目标。结果呢，有些成功了，但更多的是失败。后来他发现，他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跟他设定的目标关系不大，反而跟他遵循的系统息息相关。那么目标和系统到底有啥区别呢？简单说，目标是你想要达到的结果，比如赢得冠军、赚到100万，或者学会弹一首新曲子。而系统则是那些能带你到达结果的过程，比如你如何招募球员，如何管理教练团队，如何进行日常训练，你如何测试产品，如何招聘员工，如何做市场推广，你多久练习一次，如何分解难点，如何接受回馈等等。现在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完全不管目标，只专注于你的系统，你还会成功吗？想象一下，你这是个篮球教练，你的目标是赢得总冠军，但如果你彻底忘了冠军这回事儿，只全心投入到每天的训练、战术演练、球员培养这些过程中去，你的球队会不会依然打出好成绩？作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打篮球，你的目标是得分最高，但你总不能整场比赛都死盯住积分牌吧？
真正让你赢球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赛场上的每一个正确动作。就像3届超级碗冠军教练比尔·沃尔什说的，得分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结果，那就少想点目标，多关注你的系统。这并不是说目标完全没用，但真正推动你前进的是系统，目标反而会带来几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赢家和输家可能目标完全一样，每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都想拿金牌，每个求职者都想得到那份工作。如果目标是区分成败的关键，那为什么目标相同的人，结果却天差地别呢？想想英国自行车队，他们难道以前就不想赢环法冠军吗？当然想，目标一直都在那里，但直到他们建立起那个持续改进1%的系统，才最终捧起了奖杯。所以，目标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第二个问题，实现目标带来的改变往往只是暂时的。想象你的房间乱得像狗窝，你定下目标要把它收拾前净，你鼓足干劲，花了一下午，房间窗明几净，但如果你还是保留着随手乱扔、囤积杂物的坏习惯，那个导致房间变乱的系统，用不了多久，房间又会恢复原样，你又得期待下一次的大扫除动力。这就像治标不治本，实现目标只改变了眼前的结果，却没有改变产生结果的根本原因。要想获得持久的改善，必须深入到系统层面去解决问题。第三个问题，目标会限制你的快乐。我们常常默认，等我实现这个目标，我就会快乐了。这就把快乐推迟到了未来某个不确定的节点。作者坦言自己就掉进过这个陷阱，无数次总想着，等我练出多少肌肉，等我的公司上了报纸，然后我才能放松，才能快乐。而且目标还制造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成功观，要么达成目标算成功，要么没达成就是失败。但通往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为什么要用一个狭隘的目标来定义自己的幸福呢？而系统思维恰恰相反，当你爱上过程本身，而不是执着于最终的结果时，你随时都可以感到满足和快乐，因为只要你的系统在运转，你就在进步。第四个问题，目标有时会与长期进步相悖，目标导向容易产生溜溜球效应。很多马拉松跑者辛苦训练数月，一旦冲过终点线，就立马停止训练了，因为那个激励他们的目标已经消失了。当你的所有努力都只为了一个特定目标时，达成之后，你靠什么继续前进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达成目标后，很快又会回到旧习惯。设定目标是为了赢这场比赛，而建立系统是为了能一直玩下去。真正着眼长远的人，思考的是如何持续改进，如何不断精进，而不是某一次的成败。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改变习惯总是困难重重，问题可能不在于你缺乏意志力，而是在于你用来改变的系统不对。你不会提升到自己目标的高度，而只会跌落到自己系统的水平。专注于整体系统，而不是单一目标，这才是改变的关键。理解了系统的重要性，我们距离掌握习惯的奥秘又近了一步。但是光有好的系统就够了吗？有没有可能即使系统设计的再好，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依然会阻碍我们前进？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如何通过改变习惯来重塑我们的身份，让自己从想成为那个人，真正变成那个人。行为改变有3个层次，就像洋葱一样，一层包着一层，最外层是改变你的结果，比如减肥成功、出版一本书、赢得比赛，我们平时定的大部分目标都在这一层。中间一层是改变你的过程，也就是改变你的习惯和系统，比如开始一个新的健身计划，整理办公桌，练习冥想，我们培养的大部分习惯都在这一层。而最核心最深的那一层是改变你的身份认同，这一层关乎你的信念、你的世界观、你对自己的看法。很多人改变习惯时，往往是从外向内进行的，他们先关注想要结果，然后思考需要采取什么行动，这叫基于结果的习惯。但这种方式往往难以持久，因为你没有改变那个最核心的身份认同。想象一下2个人戒烟的场景，有人递给他们烟，第一个说，不了谢谢，我正在努力戒烟。这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注意了，他心里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正在尝试做点别的东西的吸烟者。他的信念没变，行为自然容易反复。第2个人则说，不了谢谢，我不抽烟。看到了吗？这微小的措辞差异背后是身份认同的巨大转变。对他来说，吸烟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不再认为自己是那个需要香烟的人。这就是基于身份的习惯的力量。他主张从内向外改变，先思考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个健康的人会怎么做？一个高效的人会怎么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会怎么做？为什么身份认同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要保持行为和身份的一致性。如果你的行为与你对自己的认知相悖，这种行为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的。你的旧身份会像一个隐形的拖油瓶，不断把你拉回原点，破坏你的新计划。书里有个叫布莱恩·克拉克的人的故事很有意思，他从小就有咬指甲的坏习惯，试了很多次都改不掉。有一天他下定决心，不仅要停止咬指甲，还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让妻子帮他预约了人生第一次专业美甲。他的想法是，如果我开始花钱保养指甲了，应该就不会再咬了吧。结果效果出奇的好，但原因不是钱，而是美甲之后，他的指甲第一次看起来那么漂亮健康。他开始为自己的指甲感到骄傲。就因为这份骄傲，他彻底告别了咬指甲的习惯，他不再是那个咬指甲的人，而是那个拥有漂亮指甲并为此自豪的人。你看，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的改变，当你把一个习惯内化为你身份的一部分时，它就拥有了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说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是一回事，而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的身份认同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不是天生的，你的每一个习惯其实都是在塑造和巩固你的身份。每天铺床，你就在塑造一个有条理的人的身份；每天写作，你就在塑造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身份；每天锻炼，你就在塑造一个热爱运动的人的身份。你重复什么行为，你就在加强与之相关的那个身份。所以改变身份认同其实很简单，就2步，决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健康的人、高效的人、可靠的人、有爱心的人，先明确这个内在目标，通过微小的胜利向自己证明这一点。想要成为健康的人，那就先从每天吃一个水果开始；想要成为作家，那就先从每天写一句话开始。这些小小的行动，就是一张张选票投给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一次行动改变不了什么，但当这些选票越积越多，证据就越充分，你的自我认知就会开始悄然改变。这才是习惯真正重要的原因，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获得更好的结果，比如更健康、更富有，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毫不夸张地说，你就是你习惯的总和。明白了习惯塑造身份的巨大力量之后，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习惯本身到底怎么一回事？它就像我们大脑里的一个自动化小程序，总是在后台默默运行，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但这个小程序究竟怎么写成的，又是遵循什么样的逻辑运行的呢？原子习惯这本书就为我们揭示了所有习惯背后共通的秘密，一个简单的4步模型：提示、渴望、反应、奖励。无论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无论简单还是复杂，都离不开这4个步骤，它们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驱动着我们的行为。第一步是提示，提示就像一个触发器，是你大脑接收到的一个微小信息，它暗示着某个奖励可能就在附近。比如你手机荧幕亮了，叮咚一声来了新消息，这是个提示；或者你走进漆黑的房间，什么也看不见，这也是个提示。再或者你路过面包店，闻到了刚出炉的香味，这同样是个提示。你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扫描环境，寻找这些能带来奖励的蛛丝马迹。有了提示，就来到了第2步，渴望。渴望是每个习惯背后的驱动力，但关键在于，我们渴望的往往不是习惯本身，而是这个习惯能带来的状态改变。你不是真的渴望抽烟，你渴望的是抽烟能带来的那份短暂的放松和压力缓解。你不是渴望刷牙这个动作，你渴望的是刷牙后口腔清新洁净的感觉。渴望本质上就是想改变你当下的内在感受。当大脑接收到提示，并且预测某个行为能带来想要状态改变时，渴望就产生了。渴望接下来是第3步，反应，这就是你实际采取的行动，是你去执行的那个习惯。可能是一个动作，也可能是一个念头，你会不会做出反应，取决于你的渴望有多强烈，以及做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如果一个行为需要付出超出你意愿的努力，你可能就不会去做。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奖励。奖励是每个习惯的最终目的，它有2个核心作用：第一，满足你的渴望；第二，教育你的大脑。吃到面包，满足了你想吃的渴望；看到信息，满足了你想知道的渴望。这种满足感哪怕只是暂时的，也会让你的大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同时奖励也在告诉大脑，嘿，刚才那个反应是有用的，下次遇到类似的提示，记得还要这么做哦。
这就完成了整个习惯回路，并且强化了未来重复这个行为的可能性。所以这4个步骤，提示、渴望、反应、奖励，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回馈回路。提示触发渴望，渴望驱动反应，反应带来奖励，奖励满足渴望并与提示相关联，最终让你养成自动化的习惯。这个习惯回路无时无刻不在运行，构成了我们生活基础。作者还把这4步分成了2个阶段，问题阶段提示和渴望，就是你意识到有些事需要改变和解决方案。解决方案阶段，反应和奖励，就是你采取行动并获得你想要的结果。理解了这个4步模型，就像拿到了一把解剖习惯的手术刀，我们知道了习惯是如何运作的，接下来就能对症下药，去主动设计好习惯，或者精准的瓦解坏习惯。这本书后面提出的行为改变4法则，正是基于这个4步模型衍生出来的使用策略。我们已经解构了习惯形成的4个步骤，理解了这台习惯制造机的内部构造。接下来就是学习如何操作它了。原子习惯为我们提炼出了简单实用的行为改变4法则，它们就像是控制这台机器4个关键按钮，能帮我们轻松养成好习惯，戒掉坏习惯。今天我们就来按下第1个按钮。第1法则，让它显而易见 ，make it obvious。还记得吗？习惯回路的第1步是提示，提示就是那个触发你行动的小讯号。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接收到了什么提示，行为就已经自动发生了。比如，你是不是总在某个特定时间或地点，不自觉的就想掏出手机刷一刷，或者一坐到沙发上就想打开电视？这些行为的提示往往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像空气一样难以察觉。日本铁路系统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操作，叫指叉确认。工作人员在执行每个步骤时，都会用手指住对应的设备或讯号，大声喊出来：讯号绿色，速度正常，月台安全。听起来有点傻，但这个方法能大幅降低错误率，因为它强制性的把一个无意识的习惯动作提升到了有意识的层面。我们需要给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装上这么一个指叉确认系统，提高对自身习惯的觉察力。那么怎么才能让好习惯的提示变得显而易见，让坏习惯的提示消失不见呢？这本书给了我们3个大招。执行意图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这招专门对付那种我想要但总是忘了做或者没时间做的拖延症。别再说我要多运动或者我要学英文这种模糊的话了，大脑根本不知道啥时候该启动程序。你需要给你的习惯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格式很简单，我将在某个时间，在某个地点做某件事。比如说，我将在每天早上7点，在厨房喝完水后，冥想1分钟，或者我将在每晚9点，在卧室的书桌前，学习西班牙语20分钟。当你把计划具体到这个程度，就等于给你的大脑设定了一个清晰的闹钟和 GPS， 到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犹豫做还是不做，只需要跟住预设的程序走就行了。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动力，而是清晰度。习惯叠加 habit stacking， 这个方法更巧妙，它利用了我们已有的习惯，行为是会相互连接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动作会触发下一个动作。比如你上完厕所，习惯就会去洗手，新习惯习惯叠加，就是把你想养成的新习惯嫁接到你每天已经雷打不动会做的旧习惯上去。格式是，在我目前的习惯之后，我将做我的新习惯。比如，在我每天早上冲完咖啡后，我将冥想1分钟。在我脱掉工作鞋后，我将立刻换上运动服。在我坐下来吃晚饭时，我将说出一件今天值得感恩的事。关键是找到一个可靠的，每天都会发生的旧习惯作为锚点，把新习惯牢牢地拴在后面。这样一来，新习惯就自然而然地嵌入了你的日常流程，执行起来就容易多了。环境设计 environment design， 这一招堪称威力巨大，因为环境是塑造我们行为的隐形之手。想让好习惯显而易见，那就重新布置你的环境。想多看书，别把书藏在书架角落，把它放在床头柜、沙发旁、餐桌上，让它随时提醒你。想多吃水果，别塞进冰箱深处，买个漂亮的水果篮，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作者就用这招让自己成功爱上了吃苹果。想记得吃维生素，把药瓶就放在水杯旁边。想多练习乐器，把吉他或琴直接放在客厅中央，而不是收在箱子里。让好习惯的提示成为你环境中最突出的那部分。反过来对付坏习惯，我们就要反向操作，让它的提示消失。不想再吃零食，那就干脆别买回家。总是忍不住刷手机，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去。
想少看电视，看完就拔掉插头，甚至把它搬出卧室，增加坏习惯的执行难度，哪怕只是一点点，效果都可能出奇的好。记住，我们天生倾向于选择最省力、最显眼的那条路，所以行为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让好习惯的线索无处不在，让它们像路标一样清晰地指引你。利用执行意图、习惯叠加和环境设计这3个工具，你就能为好习惯铺设一条顺畅的启动跑道。但是光让提示变得明显就够了吗？如果那个习惯本身让你觉得很无聊、很痛苦、毫无吸引力，即使提示再明显，你可能还是提不起兴趣去做，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掌握第2法则。第2法则，让它有吸引力 ，make it attractive。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容易沉迷于刷短影片、吃垃圾食品或者打游戏，而不是坚持看书、健身或学习呢？因为前者往往能提供及时的强烈的吸引力，这背后其实有深刻的生物学原因。我们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它常常被误认为快乐分子，但实际上它更像是期待分子或者动力分子。科学研究发现，多巴胺的飙升往往发生在我们期待获得奖励的时候，而不是真正获得奖励的时候。正是这种对奖励的期待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渴望，驱动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大脑中负责想要的区域，远比负责喜欢的区域要大得多。可以说，驱动我们行为的引擎，是那份对美好结果的向往和期待。现代社会太懂得如何利用这一点来勾引我们了。想想那些精心设计的垃圾食品，它们通过完美的糖盐脂肪配比，还有松脆与绵软结合的动态对比口感，精准地找到了刺激你大脑的极乐点，让你欲罢不能。社群媒体上不断跳出的点赞和评论，提供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及时认可。这些都是超常刺激，它们是我们原始欲望的放大版，极具诱惑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过度进食、沉迷网络等习惯。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反过来利用这种机制，让那些真正对我们有益的好习惯也变得更有吸引力呢？诱惑绑定 temptation bundling 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把一个你想做的诱惑和你需要做的习惯绑定在一起。比如书里提到一个爱尔兰的学生，他喜欢看 Netflix， 但又知道自己需要多锻炼，于是他改造了自己的动感单车，只有当他骑到一定速度时，连接的电脑才能播放 Netflix， 一旦慢下来，影片就暂停。你看，他把看剧想做的事和骑车需要做的事完美的捆绑了。你想追最新的八卦新闻，但又需要健身，规定自己只能在健身房看娱乐杂志。你需要处理堆积如山的邮件，但又想做个美美的足疗，那就一边做足疗，一边处理邮件。利用心理学上的普雷马克原则，也就是用高频喜欢的行为来带动低频不喜欢的行为，让那些枯燥但必要的好习惯也沾上一些诱惑的光。利用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 人是群居动物，我们天生渴望归属感，希望融入集体，获得同伴的认可和尊重。这种力量强大到，我们往往会无意识地模仿身边人的行为。我们模仿谁呢？主要有3类人：亲近的人，比如家人和朋友。研究发现，如果你的好朋友变胖了，你变胖的几率会增加 57%。反过来也一样，你配偶的行为习惯，你室友的口头禅，你同事的工作方式，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你。所以想养成好习惯，多和那些已经拥有这些好习惯的人待在一起，近朱者赤嘛。大多数人，我们天然倾向于遵守群体的规范，即使这个规范不一定是最好的。心理学家阿许的经典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即使面对显而易见的错误答案，如果群体里的大多数人都指鹿为马，那么个体也很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判断，选择从众。所以加入一个你期望的行为是正常行为的社群或圈子至关重要。当健身、阅读、早起在你的圈子里是常态时，坚持这些习惯就会感觉容易得多，因为你是在融入，而不是在对抗。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崇拜那些拥有更高地位、声望和能力的人，并且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行为。我们想学习成功人士的策略，模仿偶像的风格。如果一个行为能为我们赢得尊重、认可和赞美，我们就会觉得它极具吸引力。想想波尔加3姐妹的象棋之路，她们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的投入，除了自身热爱，父母和整个家庭文化对她们下棋的极力推崇和奖励，也是巨大的驱动力。所以，第2法则的核心就是要问自己，我怎样才能让这个习惯看起来更酷、更有趣、更被我在乎的人认可？通过诱惑绑定增加即时乐趣，通过融入合适的圈子获得归属感，让好习惯的吸引力飙升。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让习惯的提示更明显，也知道了如何让习惯本身更有诱惑力。但如果这个习惯做起来特别费劲，特别麻烦呢？再明显、再诱人的习惯，恐怕也很难坚持下去吧。别担心，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学习如何运用第三法则。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 ，Make it easy。你没有发现我们人类好像天生就有点懒？这可不是贬义词，原子习惯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天生就倾向于选择最省力的方式来行动，这叫做最小努力定律。能量是宝贵的，大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的节省能量，所以在两个相似的选项面前，我们总是会不自觉的选择那个看起来更容易、更方便、更不费劲的。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能轻轻松松在手机上刷几个小时，却很难坚持读1小时书？因为前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每一个习惯，本质上都是为了达成某个结果而设置的障碍。想减肥、节食就是障碍；想平静、冥想就是障碍；想思路清晰、写日记就是障碍。我们想要的不是习惯本身，而是习惯带来的结果。这个障碍越大，也就是习惯越难，我们和目标之间的摩擦力就越大。当摩擦力太大时，即使动力再足，也很难持续前进。所以，第三法则的核心思想就是减少摩擦力，让执行好习惯变得像顺水推舟一样自然。怎么做呢？再次运用环境设计的力量，但这次的侧重点是简化行动。想养成去健身房的习惯，最好选择一个就在你上下班路上的健身房，这样顺路就能完成，几乎不增加额外的麻烦。想在家多做运动，把瑜伽垫直接铺在地板上，而不是卷起来塞在柜子里。想多喝水，在每个你常待的地方都放一个水杯，减少你和好习惯之间的每一个步骤，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日本的制造商就深谙此道，他们通过精益生产，不断消除生产流程中所有不必要的动作和浪费，哪怕只是让工人转身拿工具这个小动作，最终都大大提高了效率和产品品质。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精益改造，通过减法来获得加法的效果。预备环境 ，prepare your environment。这一招的意思是提前做好准备，让未来的行动变得超级简单。想想看，如果你想第二天早上做一顿健康的早餐，与其早上起来手忙脚乱，不如前一天晚上就把锅碗瓢盆、食材甚至调料都准备好，放在最顺手的地方。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不是感觉做早餐的难度瞬间降低了？想养成画画的习惯，把画笔、颜料、画纸都摆在书桌上，随时可以开始。想坚持运动，提前1晚把运动服、鞋子、水壶都打包好，放在门口。这个策略的关键在于把准备工作和实际行动分开，通过现在的一点点努力，为未来的自己扫清障碍。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摩擦力来阻止坏习惯，觉得电视看得太多，每次看完就拔掉插头，或者把遥控器电池抠出来，总是忍不住玩手机，把它放到另一个房间，或者前缀设置一个定时锁，增加执行坏习惯的步骤，哪怕只是多了几秒钟，都可能有效的阻止冲动行为。2分钟法则2 Minute Rule。 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招，就是大名鼎鼎的2分钟法则。这个法则简单粗暴却极其有效，当你开始一个新习惯时，确保它能在2分钟内完成。是的，你没听错，就2分钟，每晚睡前阅读变成读1页书，做30分钟瑜伽变成拿出瑜伽垫，跑3公里变成穿上跑鞋。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最大的挑战往往是开始的那一下，一旦你开始了，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开始，继续下去就会容易得多。2分钟法则的目的不是让你只做2分钟，而是让你轻松地跨过启动这道坎儿，掌握到场这个最重要的技能。一个习惯必须先建立起来，才能去优化和改进，先标准化，再最优化。当你能够持续的到场，哪怕只是2分钟，你就在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投票。慢慢的你会发现这2分钟会自然而然的延长，它会成为一个更大行为的启动仪式，或者叫入口习惯。所以第3法则告诉我们，不要追求一开始就完美，而是要追求轻松，开始持续行动。通过减少摩擦、预备环境和运用2分钟法则，把你想养成的好习惯打造成阻力最小、最容易执行的那条路。好了，现在我们已经让好习惯变得显眼、诱人，并且简单易行了。这听起来已经很完美了吧？但还差最后一步。如果一个习惯即使很简单，但在你完成后没有任何回馈，感觉就像石沉大海，你觉得你还能坚持多久呢？
没错，我们需要让好习惯带来满足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第4法则。第4法则，让它令人愉悦 ，make it satisfying。我们已经走过了行为改变的前3条法则，让提示显而易见，让习惯充满吸引力，让行动简单易行。做到这3点，你开始一个好习惯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但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让这个习惯真正的粘在你身上，让你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下去呢？这就需要我们的第4法则。行为改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被奖励的行为会重复，被惩罚的行为会避免。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趋利避害的，一次愉快的体验，哪怕只是微小的愉悦感，比如用一块香味好闻、泡沫丰富的香皂洗手，或者刷完牙后满口清新的薄荷味，都会给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这个感觉不错，下次还要。正是这种满足感，让一个行为更有可能被我们记住并再次执行。但这里有个关键点，也是我们现代人养成好习惯的最大障碍之一，我们的大脑非常偏爱及时满足。想想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及时回报的环境里，饿了马上找吃的，遇到危险立刻逃跑，大部分行为的结果都是立竿见影的。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我们的大脑被设定为优先考虑眼前的利益和快乐。可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却是一个延迟回报的环境，今天努力工作，可能要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能拿到奖金；今天坚持锻炼，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看到身材的显著变化。现在开始存钱，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安享晚年。好习惯的成本，比如努力、自律，往往在当下，而收益却在遥远的未来。坏习惯则正好相反，它的收益，比如吸烟的放松感、吃甜食的愉悦感，在当下立即可得，而成本，比如健康受损，却被推迟到了未来。面对这种错位，我们那个热爱及时满足的原始大脑，往往会选择后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第4法则，我们需要给那些具有长远利益的好习惯，也增加一点及时的奖励，让大脑在当下就能尝到甜头，从而更有动力坚持下去，直到那些延迟的真正的回报慢慢浮现。怎么做呢？关键在于让完成这个动作本身就带来满足感。使用习惯追踪器 Habit Trackers， 最简单的就是拿一本年历，每完成一次好习惯，就在对应的日期上画一个大大的叉。喜剧大师杰瑞·宋飞就用这个方法来坚持每天写笑话，他的目标就是不要中断这个链条。看住年历上连成一排的叉，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视觉奖励，它清晰地证明了你的努力和进步，让你于心不忍因为一天的懈怠而破坏这条完美的链条。你也可以用更具体的方式，比如书里提到的那个股票经纪人，每天早上准备2个罐子，一个装满120个回纹针，每打一个销售电话，就把一个回纹针从满的罐子移到空的罐子，直到全部移完。这种可视化的进度能给你带来及时的成就感，让你更有动力完成任务。主动添加微小的及时奖励 Add small immediate rewards， 记住，这个奖励最好能和你的长期目标和身份认同保持一致。比如你健身的目标是为了健康，那么运动后的奖励可以是一次放松的按摩，而不是一顿高热量的垃圾食品。如果你在努力省钱，那么当你成功抵制了一次购物诱惑后，可以立刻把省下来的钱转到一个专门的梦想基金账户，看住账户里的数字增长，这种满足感远比单纯的克制要强得多。让坏习惯即刻不快 ，make bad habits immediately unsatisfying。想戒掉坏习惯，那就想办法让它一发生就带来不好的后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引入问责伙伴，或者签订习惯合约。找一个你信任并且在你面前有影响力的人，或者前脆公开立下军令状，如果没做到某个好习惯，或者做了某个坏习惯，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比如请对方吃饭、做家务，甚至是在社群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犯懒。我们都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不希望在别人眼中留下负面印象。这种社会压力能给坏习惯或者好习惯的中断带来及时的，往往是令人不快的成本，从而有效约束我们的行为。所以第4法则的精髓在于利用及时奖励强化好习惯，利用及时代价削弱坏习惯，让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带来愉悦，让每一次的偏离都付出代价，这样才能确保行为被持续的重复下去。到这里，行为改变的4大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让它有吸引力，让它简便易行，让它令人愉悦，我们就都解锁了。这套完整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习惯养成中的各种挑战，但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了完美的系统，也难免会有掉链子的时候。那么当习惯中断时，我们该如何快速恢复，避免彻底放弃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关键，如何应对习惯的破功时刻。我们都生活在真实世界里，对吧？真实世界就意味着意外总会发生，不管你有多自律，多有决心，你的习惯链条总有一天会被打断。可能是你突然生病了，可能是临时的出差，也可能是家人需要你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这时候很多人会感到沮丧，甚至自暴自弃。哎，完了，又失败了，前功尽弃了。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因为它很容易让你彻底放弃。那么当习惯的链条不可避免的断裂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原子习惯给了我们一条简单却极其重要的原则，堪称习惯养成的黄金补救法则，永不错过2次 ，Never miss twice。是的，你没听错，错过1次没关系，可以原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活总有意外，但是关键在于，绝不允许自己连续错过2次。今天太累了，没去健身房，没问题，好好休息，但明天无论如何，哪怕只去跑个5分钟，也要去。昨天没忍住，吃了一整块蛋糕，没关系，别自责了，但下一顿一定要回归健康饮食。为什么永不错过2次这么重要？因为错过1次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一个意外，但连续错过2次，就可能是一个新习惯的开始，一个你不想要的坏习惯的开始。1次中断就像是在平整的道路上绊了一下，只要你迅速爬起来继续走，影响不大。但连续2次中断，就像是你开始转向，走上了一条通往放弃的岔路。这就是成功者和普通人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谁都会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谁都会有搞砸的时候，但成功者在失败后能够迅速反弹。习惯的中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断之后迟迟无法回归。快速的重拾习惯，远比追求从未中断的完美记录要重要的多。我们很多人在养成习惯时，容易陷入一种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的极端思维。今天状态好就跑5公里，明天感觉累就前退1步都不跑。这种想法是培养习惯的大敌。你没有意识到，在那些糟糕的、忙碌的日子里，哪怕只是到场做一点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想象一下复利效应。为什么说糟糕的锻炼往往是最重要的锻炼？因为他们保住了你之前好状态时积累的成果，哪怕你今天只做了10个深蹲，或者只快走了10分钟，这都比完全不做好得多。你避免了一个0，避免了让之前的努力大打折扣。查理·蒙格说过，复利的第1条规则是非必要情况下，永远不要打断它，不要让懈怠侵蚀你辛苦积累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坚持下去，即使做的不完美，也是在强化你的身份认同。你是在用行动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锻炼的人。状态好时去锻炼很容易，但在不想去的时候仍然坚持出现，这才是真正塑造你身份的关键时刻。哪怕你只去了5分钟。所以下次当你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某个好习惯时，请记住这条黄金法则，原谅自己的1次失误，但要尽快回归正轨。接受不完美，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允许自己稍微偏离航线，但要迅速修正方向。我们已经聊了如何让好习惯显而易见，充满吸引力，简单易行，并且令人愉悦。我们也掌握了在不小心破功之后，如何运用永不错过2次的原则，快速回归正轨。原子习惯这本宝藏书籍的核心精髓，我们基本上已经一起探索完毕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也是这本书最核心的理念：微小的改变真的能带来非凡的结果吗？古希腊有个叫索里悖论的故事，说的是1枚硬币能让人变得富有吗？显然不能。那再加1枚呢？再加1枚呢？到某个时刻，你不得不承认，正是那1枚硬币的不断累加，最终让量变引发了质变。原子习惯也是如此，一个微小的改变，比如每天冥想1分钟，或者读1页书，可能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当你把一个又一个这样微小的、积极的改变叠加起来，就像往天平的一端持续添加沙粒，生活的天平就会开始慢慢倾斜。一开始这些小改变可能微不足道，甚至会被旧系统的惯性所淹没，让你感觉不到任何变化。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失望之谷或潜能蓄积期平台。但只要你坚持下去，持续不断的为自己想要的方向投下选票，总有一天你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坚持好习惯好像变得容易了，坏习惯的诱惑好像变小了，整个系统的力量开始为你服务，而不是与你对抗。这本书的终极秘诀，不在于某一次1%的惊天动地，而是在于成千上万次1%的持续积累。
无数个微小的原子习惯，共同构筑起你强大的系统。成功不是一个需要抵达的目标，也不是一条需要跨越的终点线，它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系统，一个永无止境的精进过程。如果你在改变习惯的过程中遇到困难，请记住，问题往往不在于你，而是在于你所使用的系统。现在你已经拥有一套强大的工具——行为改变4法则。当习惯难以记起时，想办法让它显而易见；当习惯缺乏动力时，想办法让它有吸引力；当习惯太过困难时，想办法让它简便易行；当习惯难以坚持时，想办法让它令人愉悦。这4个法则就像4个可以反复调节的旋钮，你可以不断审视自己的习惯，看看哪个环节是当前的瓶颈，然后运用对应的法则去优化它，让好习惯越来越容易，让坏习惯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持续进行、不断循环的过程，永远在寻找下一个能让你进步1%的地方。获得持久改变的真正秘诀就是永不停止改进。如果你永不停止工作和改进，你能建立起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你永不停止训练和照顾身体，你能塑造出多么健康的体魄？如果你永不停止学习和探索，你能累积多么渊博的知识？如果你永不停止储蓄和投资，你能创造多么可观的财富？如果你永不停止关爱和付出，你能建立多么深厚的友谊？微小的习惯不会只是简单相加，它们会像复利一样指数级的增长。这就是原子习惯的真正力量所在。希望这短短时间的精读，能让你对《原子习惯》这本书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行动的勇气。记住，改变就从现在能做的那个最小的原子习惯开始。微小的改变带来非凡的结果。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精读，也想持续学习更多改变人生的好书，记得订阅精读，让我们每周一起精读一本书，用知识强化行动力。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今天最想开始实践的原子习惯是什么？别小看那1%的微小进步，因为它会改变你的人生航线。